如果有一天你的朋友突然掉进一个大水缸里，水很深，而现场只有你和其他小朋友，这时候你会怎么办？从前在北宋的一个小村子里住着一个男孩，名字叫司马光。他和其他孩子不太一样，别的孩子天天爬树、掏鸟窝、追着小狗满街跑的时候，他却常常一个人看书，有时发呆。村里的小孩总爱笑他：司马光，你怎么像个小老头呀？司马光听了也不生气，只是笑一笑。可没有人知道，这个看起来安静的小男孩其实特别聪明，而且越是危险的时候，他的脑袋就越冷静。那一年夏天，天气热得不得了，蝉在树上不停地叫着，空气像被火烤过一样，连风吹来都是热的。村口的大槐树下，一群孩子正在玩捉迷藏。突然有人提议，我们去后院玩吧，那边有个大水缸，旁边可凉快了。孩子们一听，立刻兴奋地跑了过去，司马光也跟在人群后面。那口大水缸又高又大，几乎比2个孩子叠起来还要高，里面装满了澄澈的水，阳光洒落在水面上，亮晶晶的，像一面会发光的镜子。孩子们围着水缸跑来跑去，笑着闹成一片。就在这个时候，一个叫虎子的男孩竟然踩着旁边的石头往缸边爬。他回过头，得意地大喊：哈哈，这下你们就抓不到我啦！下一秒，只听见扑通一声，刚刚还站在水缸上的虎子整个人直接掉进了大水缸里，水花一下溅得老高。就在那一瞬间，原本欢快的笑声全部都消失了，空气像突然被冻住一样，所有孩子全都吓傻了，看着虎子在水里拼命挣扎，小手乱抓，双脚乱踢。可是水缸太深了，他根本踩不到底。孩子们瞬间慌成一团，有人吓哭了，有人拔腿就跑，还有人大喊：虎子快要淹死了！现场乱成一片。司马光急得四处张望，水缸太高了，他根本拉不到虎子，怎么办？突然，司马光的目光停了下来，地上有一块大石头。司马光立刻冲了过去，他咬着牙，双手抱起了地上大石头，狠命地往水缸上砸去。下一秒，砰！石头重重地砸在水缸上，第一下没破。司马光咬紧牙，再砸一次，砰！终于，水缸裂开了一道大口子，清水哗啦啦地冲了出来，像一条小河，快速流满地面。水位开始下降，虎子的头也慢慢露了出来。快抓住我！司马光立刻伸出手，一把拽住虎子，救了他一命。从那一天起，村里的人都记住了这个遇事冷静、善于思考的小男孩。很多年以后，司马光成了一位非常有名的大学者。其实，聪明不一定是知道最多答案的人，真正的智慧是在遇到困难和危险时，能够先让自己冷静下来，再想办法解决问题。正因为拥有这份沉着和智慧，司马光才能在关键时刻救下一条生命，也成为后人学习的榜样。现在我想问问你，
如果那天站在水缸旁边的人是你，你会怎么做？你会立刻跑走，还是会像司马光一样努力想办法救人呢？欢迎留言告诉我你的答案。